醴陵启源塔为境内最高宝塔，矗立潞水之畔，其名含启运新文，欲出状元之意。7级塔身正户一方文脉，借风水之势，引财聚贤。历经岁月，仍凝浩然文气，成醴陵崇文重教的精神地标。Hello， 大家好，我是安澜，祝大家朝朝如愿，岁岁安澜。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座塔，它的名字叫启源塔。现在再看看我身后的场景，全是一排又一排的别墅。这座塔就坐落在一个小区里面。那么现在我们就沿着我身后的这个步梯上去看看吧。嗨，大家好，今天的天气还算不错，阴天，温度还适中。我们目前来到了湖南省醴陵市，属于株洲管辖的一个县级市。这座塔叫启源塔，以前又叫状元塔。既然叫状元塔，那么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了，这座塔呢，它属于风水塔。当地的人们呢，希望用这座塔能够让当地人才辈出，出更多的学子。但是醴陵呢，曾有历史记载以来没有出过一个状元，当然他们有出过非常多的进士，有40多位。因为我们去拍怒江桥以及怒江书院的时候，都有相关的历史介绍。好，我们现在沿着这个10道步梯走上来了，大家再看看这个塔，它所处的环境，周围都是高层的小区住宅以及别墅群。然后我们的右手边呢，就可以看到启源塔的文物保护碑。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启源塔2011年立。启源塔位于醴陵市仙岳山街道碧山社区境内的马背岭，系风水塔。它始建于清咸丰元年1851年，由县人廖鸿举昌建。启源即启状元，建塔于此，以求本地文运昌盛，人才辈出。该塔乃楼阁式石塔，内空开窗，塔身有8面，11级，每级均有塔檐。塔刹为葫芦宝顶，第1级开有门洞1个，第2级至第11级，每级均匀分布窗洞4个，每级层高自下而上依次递减。塔通高27.18米，为醴陵境内最高古塔。好，现在我们就继续沿着这个楼梯走到塔的下方去，近距离参观一下。安澜，我们今天在上午的时候是不是有看过另外一座塔，叫财源塔？对，它是醴陵市境内第2高的古塔。这座呢，就是醴陵市境内最高的古塔。对了，现在我们来到了这座塔的下方。这座塔呀，以前这个位置啊，属于一个比较荒芜的地方。然后呢，开发商把周围征收完以后，建了非常多的这种住宅小区以及别墅群，所以这上面啊被改造成了一个休闲的场所。同时呢，也让我眼前的这座启源塔显得更加的与众不同。这座启源塔在19
89年的时候就被立为了醴陵市正典文物保护单位。整座塔我们看上去是做过了一定的修缮和维护，因为周边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这种白飞沟缝，但是这个塔的石料呢，还是这种麻石的石料，而且整个这个石头上方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它有非常明显的风化的痕迹。但是呢，当地政府做了一定的修缮。现在我们走到这个塔的内部看一下，塔的内侧还是保留了有以前的这2道门。现在这里面堆放了很多杂物。这是当初有人在这里做了一定的修缮留下来的。现在这个上面已经完全用木条把它封住了。正常情况下，这个塔上方应该是有楼道可以直达楼顶的，但是呢，既然在小区里面，肯定有非常非常多的小朋友会在这个平台上来玩耍，尤其是一些胆大心细的小朋友，他们可能会冒险爬到塔上去，造成一定的风险系数。所以呢，当地政府把这座塔做了一定的修缮以后可能的这个楼道里面呢，以前的石梯可能有拆除，或者是墙的2壁它重新进行打磨过后就防止有一些能够飞檐走壁的小朋友让他们施展不出他们的技能来。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后方这里还有保存古老的这块石料，所以我可以断定这个地方是可以上去的。现在只不过是做了一个防护层。好，现在呢，我们围着这个塔看一下，你看这个塔的下方都还是有杂草，哪怕是整个塔的周围做了一定的规划。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塔基的这里会是长了一点点杂草的，但是从第2级到往上没有一棵树或者是杂草。因为它周边已经没有树木了，全部被改造成小区了，而且呢没有杂草在周边能够生长下来，所以它塔上方是做过一定的修缮，塔的周沿全部被清除了，所以我们现在看不到有任何的杂草。但是再等个10年或者是20年，这个塔沿周围还是能够会有杂草出现，因为风还有一些树木的种子草的种子会吹到这个塔上方，它就会生根发芽。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塔沿的上方已经完全是风化了，而且下面呢都还掉落了这些石料，看整个这个下方全部风化了。这边都还有很多沙土。这里这座塔呢，可能跟我们以前的塔就是会有与众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塔基，它没有用那种花岗岩，那种大块的花岗岩做基座，它整体呢就是贴着地面来修建的。可能当初建这座塔他们没有想过这个塔保存了170多年，能够依然这么雄伟。刚刚安南已经有说过，我们眼前的这座起源塔是醴陵市最高的一座塔。在醴陵有很多这样的古塔，像西石塔也好，分水塔也好，都会比较多。而且呢，这个塔的眼角我们可以看到有挂钩，但是都已经是锈迹斑斑的。像这个挂钩里面是肯定有那个分磷在上面，但是每一层都有。但是呢，基本上全部都脱落了。如果这个塔不做一定的修缮，可能这个塔会很容易倒塌。哪怕是现在这个塔做了修缮以后，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塔的下方这些石料风化的还算是比较严重了。我们不知道200年后这座塔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在前面几期视频中，我们有介绍过
塔的一些相关知识。那么这一些视频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复述一下这个塔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吧。塔的材质分砖塔、石塔、木塔、土塔，然后就是铁塔，这是它的材质来区分。但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塔呢，基本上我们都有见过了。整体来讲，土塔保存的年限呢，相对来说比较难，因为随着这个日晒雨淋啊，它很容易倒塌。在我们前面几期视频中，我们有说过，我们有拍过一个燕子衔塔，它就是用夯土加了一丁点木材在里面建起来一座塔，它是为了纪念大善人燕子衔而新建的一座塔，所以叫燕子衔塔。这是我们去参观120座塔以来唯一看到的一座土塔，但是这座塔呢是在别人的院子里面。我们去的时候，因为没办法，主人不在家，我们没办法进去参观，所以也是一个遗憾。然后后面我们看到的塔呢，基本上就是砖塔和这种石塔，还有一个就是铁塔。基本上我们没有看到砖塔，也没有看到木质塔了。因为木质塔更难保存，因为随随便便，一个火星或者是一个雷电就能够让这座塔呀毁于一旦，更何况是在特殊年代，这些塔呀更难以保存。是的，尤其是在那种会啃食树木的白蚁，要是有一只落在木塔上面，这个塔随时可能就会倒塌。对。刚刚我们有介绍了这个塔的材质，那么塔的种类呢，有分水塔、锡制塔、功能塔、纪念塔，然后就是佛塔。而我们眼前的这座塔，它属于分水塔。分水塔它又分为镇妖塔和文昌塔。文昌塔它是对当地的人文有一些寄托，比如对学子希望他们能够高中状元能够学业有成。另外呢，就是当地的一些达官贵人，他们希望能够进一步升官发财。镇妖塔呢，他们就是希望能够镇压当地河里面或者深山里面、大山里面的一些妖魔鬼怪，这就是分水塔的一个含义。纪念塔呢，就是纪念当地的一些文人以及为当地做出一些贡献的名人新建的这座塔，这就叫做纪念塔。第三个塔呢，就是功能塔，其实它建得更早，像周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的烽火袭诸侯，那么烽火台其实就是以前的功能塔。然后就是佛塔，我们走到寺庙里面经常可以会看到一些塔，比如说舍利塔呀，还有藏经塔，这就是佛塔。再一个就是锡制塔，锡制塔呢，我们去参观过很多，像长沙的塔树共生还有其他的一些在桥上新建的这些锡制塔呀，都有很多很多。锡制塔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它主要是在当地以前从圣朝开始，正文清武，圣朝的赵匡胤开始，人们就新建锡制塔，让一些有文字的纸张、帛书，还有书简等等，任何刻有文字的东西，能够焚烧的东西，都放到锡制塔里面进行焚烧，不能够随意的丢弃，一定对文字给予更高的诚意和敬重，这就是锡制塔的一个由来。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视频再来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塔的种类以及分类，还有它的材质。说起镇妖塔，这里呢，我想起了关于这座塔有一个小小的相传故事。相传当地出现了一只马精，它经常在这里做坏事，于是呢，人们就在这里修建塔来镇妖这匹马精。这座塔刚刚在文物保护碑上面有说过，是由廖恒举倡议并集资修建的。当初它的名字
叫起源，目的就是能够兴起，能够带动当地的人文，能够镇压风水，出更多的藏员，保佑后世稳运昌盛，人才辈出。在这个塔的顶部有铜鼓，这个铜鼓接近有200斤，然后是葫芦顶有400余斤组成。待会儿我们会用无人机来拍摄一下，整正是达了600斤。塔身呢是采用了内外双壁的构造，也就是塔的里面和外面是由铜石2种不同的石料进行修建而成。墙厚有1.26米，拱门的高度呢是1.8米，宽0.9米，塔的底层直径是5.3米。值得我们称谓的一个事情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起源塔的塔刹部分呢因为雷击损坏了，然后呢当地的村民呢，一个是朱华美，一个是朱青年，将保存下来的文物啊，就是掉下来的塔刹部分呢，也就是还给了文物部门，然后呢，文物部门再将这被雷击毁的塔刹重新修复，再一次修建到了这座塔的顶端，让这一个文物啊再次融为一体，完好无损的保存下来，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寄托。起源塔尽管经历了174年的风雨摧残，但依然屹立不倒，展示了古代建筑的高超技艺。起源塔不仅是醴陵市的重要文化遗产，它还有许多历史传说，为这座塔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好了，关于这座起源塔的故事，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